欢迎回来。路透社最近最新的报道是，根据4名消息人士表示呢，在美国总统川普表达他允许 NVIDIA 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 H200人工智慧这个 AI 晶片之后呢，大陆方面看到字节跳动还有阿里巴巴已经分别向辉达询问买晶片的事情。但在此同时呢，彭博也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北京的寒武纪最近也有扩产3倍的计划。那报道中指出呢，寒武纪准备在2026年交付50万台人工智慧加速器，其中包括了多达30万台最先进的思源590还有690的晶片，而晶片主要会采用中芯国际最新的 N+2就是7奈米制程来制造。好，现在看到了中美两强在科技上的博弈啊。美国方面是出口加上促使对手更加的依赖，而中方这边呢，则是用进口再加速自主国产化。所以两强在2026这新的一年啊，马上就要是新的一年了。新的一年高科技的赛局，双方都好像认为自己是站在了有利的制高点啊，但是后面怎么样去评估它接下来的发展？马老师。我想现在就是习近平在这个20大的时候，其实把这个科技自主创新当成是一个基本国策来看，所以我觉得从2022年到现在这个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用举国的力量去发展它的高科技产业，这是确定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科技战的逼使下面，其实它逼出了中国的一些东西，比方说中国有自己的光刻机，虽然大家质疑它的这个制程不够先进哦，那28奈米，但是全世界除了艾斯摩尔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出光刻机。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里程碑，我认为，也就是说，在科技竞争的过程里面，它把中国逼出了一些东西。那现在美国说要卖这个 H200，我看了一下 H200，的确它的制程很先进，它是非常先进的晶片，我觉得4奈米，但是我并没有认为，因为美国卖了这个晶片，它会阻碍或者是放慢中国大陆发展脚步，因为这是2条平行线。H200的使用是一种市场的趋向，就是现在它能够方便的取得晶片，这是一个方向。但是另外一块，中国在自己发展自主的科技创新过程里面，它是用举国体制继续在推，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情本身应该没有相互干扰性。而现在全球的市场都在抢晶片，所以能拿到 Why not 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而且其实讲到寒武纪，像上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像是木樨也好，摩尔县城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大陆现在慢慢崛起，而且是渴望成为后起之秀哈，而且是会成为非常这个有影响力的这个 IC 设计公司哈。你说光是人才就非常的多哈，那所以接下来就是看时间，那中美之间在这中间怎么样去比拼。有一份最新报告啊，我们带大家来看，是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他们有一份最新报告，说呢，尽管华为的人工智慧就 AI 晶片取得了进展哈，但是辉达整体 AI 硬体的性能仍然是保持领先，而且优势会继续扩大。以目前公开的 AI 晶片性能资料还有生产力来估算的话，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报告认为呢，华为几年内都无法缩小与辉达的差距。而这个报告也预测呢，到2027年下半年，辉达最佳的 AI 晶片性能可能比华为的晶片高，就是性能要比它高，还要高出17倍左右。反观华为在2年内不太可能会推出超过辉达 H200性能的晶片，而华为预定在2027年的第4季啊，要推出这个升腾啊，就是 ASIN 960晶片，在2028年准备上市。听到这边，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啊，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这个资料到底是从哪来的？因为呢，我们讲说很多事情要有所本啊。就你觉得他这个本从哪里来？他这个本当然从行业里面来。这个行业里面，对 AI 晶片里面行业的龙头是谁？当然就是辉达。当然如果说不是辉达，可能也和辉达有关嘛。因为知己知彼，他才能这个研判出可能真正双方的技术虚实差距，还有未来的前景。但我觉得，其实黄仁勋提供，他也只是针对他整个行业正常的发展路径图来做相关的研判，比如华为的最好的芯片和我的目前产品可能差多少，它可能还要多少时间，按正常的发展才可以追赶上。
但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举国体制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寻求突破，而且这几年已经发现，真的在部分关键的这个环节已经有所突破。比如说之前有所谓的自制的 DUV， 最近有所谓推出第一台 EUV 的原型机，其实这都对中国大陆比较目前这个居于劣势的制造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升效果。此外，中国大陆的相关行业里面，在有些新的材料，那也陆续推出，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个光子晶片，那也是其中一个代表哦。因此，对于说中美在整个 AI 晶片的竞争里面，我认为这种出乎意料的这个发展，可能会让美国相关的业者在评估上，比如说领先的差距上会打一些折扣。而且大家要知道，中美两大国在这个整个 AI 的相关的竞争，这个算力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算力就是相关的晶片、相关的这个科技能力。那另外还涉及所谓的大模型，那另外还有电力，能否提供足够的电力，让 AI 的发展呈现着一个比较持续的活力。在诸多的部分，其实中美两国其实各有擅长。比如大家都普遍公认，像在电力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居于很大的优势。算力这种晶片，中国大陆目前在苦苦追赶。那另外，在这个模型这个部分，其实中美各有擅长，因此这个竞争，我认为短时间，比如说2年、3年、5年，可能还看不出来，把时间拉长到可能10年左右，双方鹿死谁手，或者各有一片天，到时候可能会有更细致、更正确的研判。对，其实尤其在科技领域哈，接下来我也想请教骆老师，就是一定是叠对叠的啊。我们台面上没看到，就是你现在公开的资料是如此哈，你的技术到达什么样的地步程度，然后你突破了什么样的关键技术，那些都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我们看不到。不管是中方也好，是美方也好，可能都是如此。那因为我想到先前听过林本坚院士他的一场演讲哈，未来最关键就是在半导体的发展上面，最关键的还是在能源，就是电的问题，以及呢人才的问题啊，人才现在流失啊，或是分布在各地啊，有没有办法集中啊，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哈，所以呢也要了解对手研发的程度到什么地步。上海交通大学啊，集成电路学院跟清华大学他们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全球第一款专门为生成式 AI 打造的生成式光子晶片。然后呢，在这个处理影像生成跟影片相关任务的时候呢，这个晶片的，就是这个光子晶片的运行速度啊，比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辉达所推出的 A100电子晶片要提升了100倍。然后在理论上呢，这个光子晶片的运算能力可以比传统电子晶片提升1000万倍啊！相关的研究内容也在12月19号这一天登上了国际顶尖科学期刊，就是《科学 Science》这一本这个期刊当中。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辉达它对标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华为，那现在又杀出这个上海交大集成电路学院呢，哈，跟清大他们研究团队共同推出的电子的就是个光子晶片。不过，当然现在还没有市场化。陆老师，您觉得，就未来呢，这样的一个研发或突破，可能为美中在后续啊，特别讲到 AI 的总体竞争，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想会有一些影响，是说这个生成式光子电这个 light chain 啊，它是想要突破，因为像华为任正非也说了，在物理上哦，他们要追赶一个晶片的算力能力，他们觉得很难，所以任正非说：“我用数学来代替物理，我用堆叠来代替单一，我用电力来补强算力，我用这3方面去补强我对一颗晶片的算力我们不足的地方。因为他认为他晚他1到2个世代，所以那这个 light chain 呢，他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在追赶这个先进制程啊，很辛苦，那我这样换道来超车，我换一个道路，你过去是用电子来传送，因为电子传送会有电阻。”会发热，所以为什么一直都需要这个散热，要液冷系统来降它的温？所以这就是电子传送也有它的障碍者所在。那光子传送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 light chain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它不是要取代辉达的
这个 GPU，它是针对生成式任务优化的一个专用加速器，哦，它不是通用的处理器。是，就像 Google 它的最近发明的这个 TPU， 它也不是要取代辉达的 GPU， 它只是在特殊任务、特殊的效能上，它可以加快它的速度，加快它的算力，并不是。所以将来会怎么发展？辉达会成为辉达的晶片是处理非常复杂的逻辑指令跟模型的训练。那这样的光子呢，它可以处理怎么样？做影片的生成。影像的生成这方面，它是专注于影片跟影像生成这方面的功能，所以是把这方面的效能把它强化一下。而且现在的确还是诚如你说的，在实验室的原型。那如果2027年能够商业量产的话，那就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成果，非常不错了。那我们还是期待能够看到它能不能市场化，能不能够商业化。未来应用的话，即便是这个量产了，它还是用来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用，哈，就是说它是一个专用的，而不是一个通用型的。对，是针对影片的生成，还有影像的生成，了解这样的补强它的功能。了解。等一下回来到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刚刚提到了 AI， 在马上要迎接的2026这一年呢。现在市场上面也看到是 AI 会蓬勃发展的一年，但是真的市场的预期跟未来的情况会是如何的？是相同还是不同？怎么看？马上回来。好，讲到 AI 呢，来看特斯拉，还有就是 SpaceX 的创办人啊，马斯克。马斯克最近非常的红，因为他这个有可能变成全球最高年薪的执行长。好。那他就认为呢，如果人工智慧啊，就是 AI 广泛应用在经济活动，美国经济在未来5年内有望实现3位数的增长。而美国银行执行长啊，叫做 Brian Moynihan 呢，他接受彭博的电视访问时，他也指出啊 ，AI 投资在今年持续增长，明年还有未来几年可能会成为更大的贡献者。AI 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正在持续产生相当强劲的影响。各行业呢，现在已经透过这个 AI 获利的商业模型了吗？这是我想特别请教骆董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您怎么看2026的这个 AI 市场啊？现在的商业模型呢，的确不多。目前是只有辉达把它的晶片卖给 CSP 这4大业者，获取高获利的一个成就。那这第二个呢，像 Microsoft 这4大 CSP 业者 ，Microsoft、Amazon 还有 Google， 它透过 Azure、AWS、GCP， 它把做 AI 的云端服务，那就看它的客户使用多少云端，它来收费。是。那第三个呢是 OpenAI， 它是采订阅制，你要付20块美金，还是30块美金，还是40块美金，我来收你这样的费用。那它今年大概预估在100亿美金的收入，这是第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数位广告，我们知道 Google 跟 Meta， 它早就在利用 AI 精确分析每个用户的这个行为数据，用个性化广告的投放和内容来赚取它的点击率跟用户的参与程度。那这样它也可以来透过广告的来收费。是。第三个商业模式就是银行金融系统，我们知道诈骗很多，所以金融系统透过 AI 来高速的数据来分析这个诈欺的行为，还有这个信用的评估，还有利用这个 AI 来做高频交易，有证券买卖股票，你下单再快，没有人家高频交易快。这是第三种模式。第四种模式就利用 AI 来加速新药的研发，预测药物的有效性，优化临床实验的结果。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4种商业模式，但是毕竟不够普遍。它在零售业、制造业，虽然我们想要推什么聊天机器人啦，说这个库存的一个管理啊，但是目前还没有呈现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那所谓商业模式就是消费者愿意去付款，这就是商业模式。那你现在唯一愿意去付款的只有20美金的 ChatGPT， 就是 OpenAI。对，你其他的好像都跟你关系不大。那在企业界，他要付，因为他要付云端的费用，他利用这个 Microsoft 或者 Google， 它利用云的计算，那它要付。那其他的商业模式都还没有出来，所以2026年AI 能不能够继续发展，就是看消费者愿不愿意买单。对，而且现在就要看能不能有更多的 AI 相关的应用服务啊，因为应用越多的话，当然这个投入人使用的人就会越多。那刚刚也点到一个重点，就是未来的 AI， 因为现在看到，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还是在烧钱啊。
投入大量的资本，但是呢，现在也在等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那当然，马斯克的说法是说 ，AI 对于未来的美国经济是绝对有非常大的帮助啊。他说是有望呈现3位数的成长，这当然是马斯克说的，因为马斯克自己也是 AI 的研发者之一嘛，哈。那所以讲到了美国经济啊，最近的最新数据显示说，美国第3季度的 GDP 飙升到了4.3%。4.3%，那这是从2023年第3季度以来的最大增长，所以呢，你就看到川普马上就发他的推文就是立刻就发文说，这代表着川普经济黄金时代正在全面的推进。不过在此同时，也看到其他的经济数据就业总增长却保持缓慢，失业率达到4.6%，创下202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因此呢 ，KPMG 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Diane Swonk， 他就指出，经济增长跟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已经脱钩了。尽管资金在经济中健康流动，但是却没有办法用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所以马老师，这个经济增长跟劳动力的市场它脱钩的影响是什么？就我想。现在全球特别先进国家的人口都在负成长嘛，其实AI 就是出现之后，人工智能其实补足了一部分原本应该由人力来做的事情，比方说现在大家去餐厅，大家就会碰到送餐的机器人可是这件事情的本质上面变成送餐机器人，而不是这个原本的 waiter，那其实它对你的消费是没有影响的嘛。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看这个人口渐渐的，现在经济成长模式跟这个人口劳动力是脱钩，但我觉得美国的问题并不是在它的经济成长率，是因为它的通膨太高了。密西根就这2天做出来，密西根大学预测明年的美国通膨大概会落在4.2%到4.5%之间。那换句话说，你今年4.6%的经济成长完全被通膨吃掉了。它的意义不大，而且通膨就是上一次就是 Harris 会输掉，就是民主党会输掉的非常重要的原因。Biden 是就业率史上最好，经济成长率又非常的高，可是为什么还是落选？因为通膨太厉害。从2000年疫情开始到现在，美国的通膨累加起来将近30%这可能你不会有感觉，但是我说你扣你30%薪水，你就很痛苦了。事实上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要对川普来讲有意义，并不是在经济成长。他明年因为通膨的关系，很有可能在期中选举没有办法达到非常好的表现，就11月。所以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有没有意义？经济成长，当然成长会比不成长好，但是我觉得对美国当务之急来讲，他控制的其实失业率4.6%还不算太差当然比起过去是不好，但是没有太差。但是我觉得问题最大还是在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它会造成普罗大众的一种反感。经济成长其实这个不断去强调这个 GDP 数字创新高，但是人民有没有实际的感受可能比较重要就是台湾也是嘛，就是 GDP 我们不断创新高，可是受薪阶级这领薪水的觉得我们平均薪资怎么还是这个普那所以讲到经济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中国大陆这边，他们最近遇到的一个状况，特别有一个提醒，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发言人李超，他近期呢就提醒一件事情，他说中国大陆呢当前人形机器人在技术路线商业化模式还有应用场景这些方面呢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呢，随着新兴资本加速的入场中国方面现在已经呢有超过150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公司，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其中半数以上都是新创的，就是初创公司，然后或者是跨行，就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未来市场前景可期，所以呢就投入也做人形机器人。好，所以呢，必须要防范重复度高的产品蜂拥上市，排挤掉研发空间的风险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件事，就是中方在 AI 领域的应用端，刚才特别漏洞也提到了，应用才是未来可以让消费者拿钱出来去买的。那在应用端呢，现在中方已经开始在管控风险了，是因为预见，就是说 foresee 到产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或者是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吗？它的发展蓬勃发展特别是人形机器人，过去相继举办像这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拳击比赛，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因此在各行业各公司觉得有利可期，纷纷投入。但其实中国大陆产业发展一个很重要一个特色就是内卷化。
会更加的严重。因此大陆政府这几年提出了所谓反内卷一些政策，是他对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进行规范，就希望借由政策的引导，让它能健康发展，而不像刚才讲到的那个数据，150家，其实这种半数是新创、初创或跨行进入，这一类公司有没有技术底子，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相关的评估，其实都存在问题。因此，这些公司如果放任它的发展，势必让它的内卷。比如说，之前电动车、之前太阳能产业，因为内卷产生了很多技术路线发展不成熟。比如说电动车很多华而不实的装备，是不是你完全需要的科技或设备？这引发很多讨论。那另外，由于剧烈的竞争，大家获益都减少，造成很多厂商投入大量资源，但后来被市场所淘汰。我想借由这种正常这个健康的规范，他就希望这种严重内卷的情形，在未来人形机器人这个部分能够不再重蹈覆辙。是，而我认为这是这个有远见的一个做法。特别是这个如果内卷还是那么严重，势必让高投入、低收获或者发展水平低劣，而竞争强度越来越剧烈，这只是浪费整个宝贵的资源，而且在技术上往往陷于一个死循环，大家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进行厮杀，大家形成一个共输或全输的这个局面，这个是不利于中国大陆未来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对，而且建伟兄刚刚点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一窝蜂的去做哈，那你如果有技术底的话，还勉强可以是这样说，你可以去研发。但如果造成良莠不齐的，就是大家的质量就是那个品质不一的话，尤其人形机器人，因为它牵扯到安全性的问题啊，未来比如家用的也好，或者商用也好，就是工业用的也好的话，这个一砸下来。